舞担王一博名不虚传，只看了2遍视频就学会了那支舞。本着不浪费1分1秒的原则，在片场就开始教学。2个人穿着古装戏服跳着现代舞的画面着实滑稽，同事们都慕名前来参观。师姐还说：“一博这么厉害啊，有空也教教我呗。”王一博谦虚得很：“不厉害不厉害，我也不太会其实。”温宁听到了也有话说：“我早就让他教我了，他都不教。”肖战莫名的有些开心，可能是因为得到了名师指点，偷偷向老师眨了眨眼睛，比了个打枪的姿势。比枪的渊源来自于一次媒体采访，他要在镜头前比心。当时王一博从旁边路过，大声喊：“战哥比枪！”他原本对着镜头在营业，听到声音立刻笑着转身对小朋友比了个枪，然后小朋友就跑掉了，灭倒在边上起哄。一博害羞了，而这一次居然让他看到酷盖王一博脸红的瞬间，肖战心里简直要笑翻过去。biu biu biu 又朝对方射出好多枪，小朋友越发不好意思，上来就要打他。他边躲边喊：“王老师，我又做错什么了？”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江澄和他坐一起，大成特别认真地对他说：“战哥，我觉得你很会撒娇。”肖战一口饭差点喷出来。撒娇？对啊，刚开始我觉得你是特别稳、特别如沐春风的一个人，其实不太像魏无羡的性格。大成看着他，目光很真诚。但是后来渐渐发现你其实很好玩，你和一博斗嘴、打架的样子让我想到自己的中学时光。然后今天我发现你还会撒娇。我什么时候？你和一博讲话的时候特别喜欢加语气词，比如啦这种，或者尾音拖得特别长，听起来就很像撒娇。你脸红什么？魏无羡跟蓝忘机撒娇不是很正常吗？哈哈哈！虽然会遭到江澄眼神暗杀，我没有脸红，我是热的。王一博端着盘子走过来，毫不见外地在他旁边坐下。我听到你们说蓝忘机了。大成憋着笑，眼看着肖战连耳朵都红了，不忍心继续起哄，找个借口溜号了。他埋着头吃饭，故意视而不见的事情被人轻易点破，说不上来是紧张、尴尬、慌乱还是别的什么，让他需要点时间来整理情绪。确实是不一样的。在和蓝忘机，或者说王一博相处的时候，他很明显的能感受到是不一样的。原来他也可以任性到不管不顾，可以幼稚到不留余地，可他没办法永远是魏无羡，终有一天他要把魏无羡还回去。王一博整个脑袋都凑了过来，问他：“你怎么了？”没怎么，我在吃饭。他看着自己的盒饭，怎么又是茄子？拍完了这部剧，他们还会有交集吗？给我给我！小朋友很自然地把他面前的茄子都夹走了，然后把自己的排骨夹给他。我今天不想吃肉，给你。还会有人帮他夹走碗里讨厌的茄子吗？你想胖死我！小朋友笑的嘴巴旁边出现了2个括弧。肖老师胖了也好看，王老师你的彩虹屁密集到令人窒息，战哥最好看。他侧过头去，迎上小朋友的紫霞笑，努力克制嘴角的弧度并转换话题：“吃完饭再教我跳舞吧。”少年目光清朗，眼中仿佛有星星。没问题。在王老师的悉心指导下，肖战学长总算在录制前练熟了自己的那支舞。录制的时候，2个人有短暂的同台，但又十分默契地分别站在了其他嘉宾的两端。场上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俩正在一起拍戏，他们也就自然而然地展现出不太熟的状态。肖战只是在主持人带着大家聊天的时候，
看见一身红色西装的帅气少年远远传递过来的调皮笑意，他身体前倾，不由自主地微笑回应。现场响起十分轻快的音乐，少年被主持人 cue 到跳一段女团舞。他站在他身后，看着舞台上仿佛周身都在发光的少年，终于因为掩饰不住笑容而不得不低下头去。战队上台前，肖战带着他们在后台候场，原本安静的女孩儿们突然纷纷开始小声尖叫。肖战一回头就看见王一博站在不远处，脸上是熟悉的阔虎笑。少年朝他伸出一只手，肖战学长，加油！他笑着与对方击掌，谢谢一博老师。心中仿佛藏着一个隐秘而盛大的秘密，四周围人声鼎沸，热闹非凡，而他们越过人群看向对方，四目相对，就能看见温柔流动的笑意和对方眼中开心的自己。某些不可捉摸的情绪在心中翻飞起舞，无论怎么掩盖都没有办法自欺欺人，没有办法忽视的快乐，没有办法解释的喜欢。承认吧，喜欢他舞台上的光芒四射和私底下的低调简单，喜欢他不分时间地点的黏着自己，喜欢他凝视自己时眼中的星星。承认吧，